有缘的朋友，生活中的许多情境，往往令人感到奇妙且不可解释。无论是初见陌生人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还是莫名对某人产生排斥，这些细微的情感波动让人不禁思索其背后的原因。人生中总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感到熟悉又陌生，仿佛彼此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引着。这种现象在我们与不同的人交往中尤为明显，尤其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同潮水般时而涌来，时而退去。而对于这些微妙的感觉，佛教的轮回观念或许提供了一种解释，即我们的灵魂在不断经历轮回，与过去的业力交织成今生的际遇。正如孔子在易经中所言，精气为物，游魂未变。前世与今生的关系是否真的如佛家所说，是因果的延续呢？这问题自古以来就引发了无数人的思考。冥冥之中，我们的命运或许早已注定，但这种注定并不是被动接受的，而是前世种下的因，在今生结成了果。那么究竟我们与身边人有着怎样的前世缘分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。欢迎来到修心之源频道，在身心灵的成长之路上，我们共同修行，不断探索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先点个订阅，自此修行不迷路。希望您种下智慧修行的种子，福德无量。在佛教的因果轮回观念中，今生与前世的关系密不可分。我们今生所遇见的每一个人，都与前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正如那位三口之家的故事中所展现的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前世与今生中穿梭，彼此的关系或恩怨也由此不断延续。这个家庭看似普通，父亲老实本分，母亲勤劳干练，女儿美丽可爱，但夫妻之间却充满了矛盾。妻子无法忍受丈夫的种种坏习惯，甚至到了无法同屋而居的地步。她心中的怨恨如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终至产生了离婚的念头。女儿与父亲的关系也异常冷淡，几乎不与父亲交流。父女之间仿佛两条平行线，没有任何交集。这种家庭关系中的不和谐，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，但却让人觉得有种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在操纵住一切。通过佛教的视角来解析这个家庭的前世因缘，便能找到一些解释的线索。原来，丈夫在前世是一棵千年老榆树，修炼多年即将成仙，却因为女主人前世作为一名采药人，在梦中收到榆树的恳求后，仍毅然决然地将其树皮剥掉，毁掉了榆树多年的修行。梦中的请求被无情忽视，榆树失去了成仙的机会，而采药人则带着那棵榆树的树皮走进了药铺，换来了期待已久的财富。故事的荒诞不经，却又暗藏着深刻的因果关系。丈夫今生的榆木疙瘩性格，恰恰是千年榆树失去修行后的报应。不仅如此，女儿的角色也是前世因果链条中的一环。药铺的小伙计由于克扣了采药人的分量，随口答应下辈子做他的儿子。虽然他今生没有转生为儿子，却成了女儿。这一切的缘由看似是个玩笑，但却印证了因果的循环与轮回的存在。父亲对女儿缺乏关爱，女儿对父亲的冷漠态度，实际上都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因为在前世，小伙计的利诱行为直接导致了老榆树的毁灭，今生便承受了与父亲关系破裂的苦果。这一切似乎都在冥冥之中早已安排好。母亲皈依佛门后，虽然每日诵经礼佛，试图通过修行来摆脱内心的痛苦，甚至与女儿一起戒荤吃素，然而丈夫身上的种种行为仍然让她无法释怀。她的修行无法消除对丈夫的厌恶，反而让她更加敏感于丈夫的缺点。这种反应正是前世未了因果的显现。佛教中提到的怨亲债主正是如此，前世未能放下的恩怨，今生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我们生活中。
迫使我们去面对夫妻之间的矛盾并非偶然，而是因果的结果。在佛教的教义中，一切的因果皆由过去的行为所种下。女主人前世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今生的痛苦，她的丈夫今生表现出的种种不可理喻的行为，正是对前世遭遇的反应。妻子对丈夫的冷漠与厌恶，恰如她前世对老榆树的无情。正因为她当年无视老榆树的哀求，才导致了今生婚姻中的冷漠和痛苦。而女儿对父亲的疏远态度，也恰是前世药铺小伙计的恶报。今生的关系无论如何复杂，都是前世因缘的延续。故事的结局虽然看似带有悲剧色彩，却也在佛教的因果轮回观中找到了一丝安慰。明白了前世的因果，母女两人可以通过忏悔和修行来化解今生的怨恨。虽然今生的因果无法改变，但通过诚心忏悔，或许可以未来世种下更好的因缘。人们常说前世因，今世果，正是这个道理。每一段关系的背后，或许都有着未曾了结的缘分，而这些缘分在今生再次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现，迫使我们去面对、去化解夫妻之间的分歧和矛盾，其实就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丈夫的榆木疙瘩性格和妻子的厌恶之情，都是前世行为的结果。虽然他们的婚姻看似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但如果能够通过修行和忏悔，或许还可以找到一条化解的道路。毕竟佛教强调的是因果的循环，但也相信通过修行可以改变未来的命运。这个故事中的夫妻关系，其实就是佛教所说的怨亲债主典型案例之一。丈夫今生的种种性格缺陷、行为习惯，表面看似让人无法忍受，但从佛教的角度出发，这些并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。正如前世的千年老榆树，因为妻子在前世无情剥皮，使其失去修行的机会，这段因缘注定了今生的苦果。人的性格、习惯和待人处事的方式，往往和他前世的经历息息相关。而在这个故事中，前世的采药人和药铺小伙计的行为，最终构成了今生一家三口的关系，形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牵绊。虽然丈夫在今生是个不讨喜的形象，但我们必须明白，他也只是因果轮回中的一个角色，受前世的宿命牵引。今生的性格和行为不过是前世业力的自然反应，这一切并不是他的本心，而是千年老榆树失去成仙机会后所带来的痛苦延续。妻子对丈夫的愤怒、怨恨甚至厌恶，实际上正是她前世无情行为的反射。她前世没有理会老榆树的请求，执意剥掉树皮，今生的她因此要面对丈夫的榆木疙瘩个性。这正是佛教中所说的因果不虚。同样，女儿在今生的角色也是前世因果的延续。药铺小伙计的戏言，今生果然实现，但他并没有成为采药人的儿子，而是转世为女儿，承受了作为父亲的冷漠和无关痛痒的态度。这一段父女关系的冷淡和异样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前世因果的具体表现。女儿对父亲的疏远，与其说是她对父亲的天然反感，不如说是前世克扣药材斤两的恶报，让她今生与父亲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裂缝。在故事的发展中，我们看到母亲尝试通过皈依佛门来修行，试图化解自己内心的痛苦，但却在丈夫的问题上依旧无法释怀。她与女儿一起诵经礼佛、戒荤吃素，但这些表面的修行并没有真正触及她内心深处的怨恨。修行讲究的是内心的清净与宽恕，而她对丈夫的态度却始终停留在前世的恩怨上，这使得她的修行无法达到真正的解脱。正如佛经所说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净明体，用诸妄想。她的妄想正是对前世怨恨的执着，使得她无法彻底放下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女儿在这种家庭环境下的成长，
也受到了前世因果的影响。他的冷淡、疏离，不仅是对父亲的回应，也是对前世因果的承受。他今生得不到父爱，这种苦上加苦的生活，正是前世对采药人造成的苦难的报应。生活中的许多细节，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暴露出前世未了的业力。在这个家庭里，表面的和平被掩盖在怨恨与纠葛之下，母亲对丈夫的嫌弃，女儿对父亲的冷漠，都可以追溯到前世的那段因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女主人愈发坚定了要在女儿上大学后与丈夫离婚的决心。这段婚姻虽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错位的缘分，但如今彼此的怨恨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女主人每天在丈夫的行为举止中感受到深深的无奈与痛苦，而丈夫的我行我素也让家庭生活变得愈加慎重。母女二人选择通过佛教的修行来寻求内心的安宁，却发现修行并不能改变他们内心对丈夫的厌恶，甚至连他的气味也让他们感到无法忍受。这种矛盾的情感，正是前世因果纠缠的最真实写照。故事的结局并没有带来彻底的解决方案，女主人依旧在内心与丈夫的关系中挣扎。虽然已经分房而居，但离婚的决定依然悬在心头。女儿与父亲的关系也未能修复，家庭氛围依旧冷漠而尴尬。然而，通过对前世因果的认知，女主人终于意识到，这一切的苦难并非无缘无故，她的怨恨与厌恶正是前世种下的恶因所致，而今生，她也只能通过继续修行、忏悔，来化解这段前世未了的因缘。对于她来说，这不仅是今生的修行，更是前世罪业的清算。通过忏悔，她有可能未来世种下更好的因缘。而对于丈夫和女儿，他们的前世因果也在今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展现。夫妻之间、父女之间的关系，不仅仅是今生的遭遇，更是前世的延续。这个家庭的命运，在佛教的因果观中找到了某种合理的解释。相传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并非偶然，而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。正如俗话所说，前世500次回眸，才换得今生的擦肩而过。一切遇见都仿佛在时空中被安排的恰到好处，而我们只能在恰当的时刻遇到那些该遇到的人。这种观点也许看似神秘，但它背后的深意却蕴含着一种对人生的哲学思考。试想，如果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相逢、错过都是命运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中找到某种安慰呢？佛教的教义中，缘分被看作是人生的一部分，缘聚缘散皆有因果，缘分的到来并非偶然，也并不受我们掌控。就像故事中提到的昙花花神和凡人韦陀，他们的缘分本是跨越时空而来的。昙花愿意为韦陀每年一战，尽管韦陀多年未曾注意，但昙花依然坚持不懈地等待着。人们常说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。其实不仅仅是爱情，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相遇，似乎都是注定的。或许正如这个故事所传达的，那些看似短暂、微不足道的相遇，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宿命纠缠。在故事中，昙花和韦陀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。昙花因深爱韦陀而被贬入凡间，每年只得一战，默默地为他守候着。而韦陀虽然被赐名，忘却了与昙花的过往情缘，但昙花的守护依然没有改变。每当韦陀下山采露，昙花便在那一刻绽放，只为了让他能够再次注意到自己。可惜的是，韦陀从未意识到这朵昙花的存在。这个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曾被珍视的情感。我们或许常常因为忙碌、忽视，错过了身边那些真正关心我们的人，甚至在无意间让他们心碎。昙花的执着象征着一种深刻的爱意，而他的痛苦也映射出我们在现实中时常遗忘的那些细腻情感。
故事中另一位年轻人玉明则扮演了一个成全者的角色，他见证了昙花的痛苦，并为他守护了一生。玉明的出现似乎是为了帮助昙花完成他那未了的心愿，他默默地陪伴着他，最终在他去世时带着昙花的灵魂上了灵山，帮助他见到了韦陀。韦陀在那一刻忆起了他与昙花的前世情缘，感动了上天，上天也因此允许他们重续前缘。然而玉明自己却因触犯天规，灵魂永世漂泊。这一情节让人感叹缘分的捉弄。昙花与韦陀的爱情得以延续，但玉明的命运却无可挽回。这仿佛是在告诉我们，有些人注定只能成全别人的幸福，而自己却只能在孤独中守候。这种无奈和奉献，或许是缘分中更为深刻的一部分。毕竟，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并非都以圆满收场，有时它仅仅是为了成就他人的幸福。这个故事的结局充满了戏剧性，也让我们不禁思考缘分的真正意义。昙花一现，只为韦陀；玉明一生，只为成全。命运看似不公，却又充满了深意。也许正是这种不对等的缘分，才让故事显得更加扣人心弦。现实中，我们也常见到类似的情况，有些人一生都在追寻自己的缘分，然而他们的努力或许并不会立即得到回报，甚至有时还会遭遇无情的打击。但正如故事中所展现的，那些未果的情感往往会在另一个时空得到圆满。其实佛教中对爱情的解读深刻揭示了人际关系中缘分的作用。佛教认为，爱情并不是简单的相遇或分离，它是愿力与业力的结合。所谓愿力，是源自内心的主动追求，表现为人们对情感的渴望和付出；而业力则是人们过去行为的结果，是一种被动的力量。当这两种力量交织在一起，便产生了复杂的缘分关系。比如，一对夫妻如果在前世有过深厚的情感，那么他们可能在来世继续相遇，并延续那段未完成的感情；而有些缘分则是因为过去的债务或者恩情，彼此之间有着深刻的牵连。无论如何，这种缘分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不论如何变迁，它都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。这让我想到，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或许也与缘分息息相关。我们遇到的人、经历的事情，甚至那些未能实现的梦想，可能都和我们的前世行为有关。缘分的深浅并不由我们决定，但我们能决定的是如何面对它。正如佛教所教导的那样，无论是愿力还是业力，它们都源自我们的内心，而内心的力量恰恰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指南。或许只有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，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每一次缘分的来临。无论是爱情、友情，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在缘分的牵引下彼此相遇。正如玉明那样，尽管命运安排了他为昙花守护了一生，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一切。这种无怨无悔的态度，正是缘分中最可贵的一部分。也许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缘分走向，但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面对，就能在缘分的洪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与满足。韦陀与昙花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错过与等待，但最终得到了命运的眷顾。这让我们明白，无论缘分如何转折，真正属于我们的总会在合适的时机到来。或许有时候我们只需要多一些耐心，少一些抱怨，顺应缘分的流动，就能在不经意间找到那份真正的幸福。夫妻关系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古今中外，人们对于婚姻和夫妻关系有着无尽的讨论和思考。从孔子倡导的君子和而不同，到现代社会的平等与自由，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历来复杂多样。每对夫妻相遇的背后，往往都有着特殊的缘分与故事，而这些缘分
或深或浅，或美或悲，注定了不同夫妻关系的多样性。夫妻之间的关系类型虽表面上千差万别，内里却不外乎几种主要模式。有人说，夫妻缘分乃天注定，冥冥中自有安排。这样的观念虽带着几分宿命论色彩，但也说明了婚姻中的种种复杂情感。有些夫妻一见如故，情深似海，有些则貌合神离，彼此消耗。这些关系的背后，往往承载着世俗中的甜酸苦辣。正如俗语所说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婚姻中的问题和美好相互交织，构成了复杂的夫妻关系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婚姻不再仅仅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框架，夫妻间的互动和关系模式更为多元化。面对着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，许多夫妻关系的根本问题依旧存在，甚至愈加凸显。那么，如何理解这些不同的夫妻关系类型？能否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某种启示呢？在现代社会，夫妻关系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念，而是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。夫妻关系可以粗分为几种主要类型，每种类型都有其独特的情感基础和互动模式。首先，亲密型的夫妻关系是现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一种。这类关系通常以强烈的情感和身体接触为基础。亲密型的夫妻往往感情浓烈，彼此依赖，甚至认为没有肉体上的接触，感情就无法维持。这类夫妻的感情看似炽热，但也容易因为过度依赖情欲而导致情感的快速消耗。情欲本身并不是维持婚姻的唯一因素，长期以往，若缺乏其他情感支撑，婚姻很可能会变得脆弱。现实生活中，许多夫妻在婚姻初期感情浓烈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感逐渐趋于平淡，甚至失去了原本的激情。这也印证了热恋期过后，夫妻关系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沟通才能维持。而相敬如宾型的夫妻则表现得更为成熟稳重，彼此都能为对方着想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夫妻之间少有争执。这种以成熟为基础的婚姻模式，虽然可能缺少一些激情，但却能够长久维持。夫妻双方会以理性和尊重为基石，生活中多了一份安宁与和谐。这种关系就像是两位长期合作的伙伴，彼此了解深刻，不轻易因小事争吵，能够携手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。相较于亲密型，这类夫妻的关系更为稳定，是许多人追求的理想婚姻状态。另外一种常见的夫妻关系类型是比翼双飞型，这类夫妻往往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，他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，还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。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，彼此相知相惜，共同面对各种挫折与挑战。这样的夫妻关系看似完美无缺，然而理想的共同行走并非易事，伴随共同奋斗而来的不仅有成功的喜悦，也有失败时的痛苦。面对困境，这类夫妻需要具备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，彼此扶持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还常常看到一种夫妻关系被称为惺惺相惜型。这种夫妻往往是同样经历过困境，甚至彼此都曾落魄，因此他们能深深体谅对方的处境。正如俗语所说，同病相怜。这类夫妻因共同的经历而紧紧相连，虽然生活艰辛，但因为有彼此的理解和支持，他们能够一起度过难关。这种夫妻关系虽然并不富裕，但内心的情感充沛，彼此深知对方的苦楚，感情反而更为深厚。这类关系常常让人感动，因为它反映了人性中那份坚韧和温情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夫妻关系都如上述般和谐，一些夫妻的关系可以被形容为怨偶型，这是婚姻中的怨偶现象。这类夫妻之间不仅没有和谐的互动，反而充满了仇怨和冲突，或许是前世未了的冤仇。
今生再度纠缠，或许是因利益纠葛而积怨，最终在婚姻中爆发。许多夫妻在婚姻中经历了难以言表的争吵，甚至仿佛天生注定要彼此对立。这类关系往往以破裂告终，而怨恨则可能在未来延续。在佛教的因果观中，这类夫妻关系往往被视为过去世结下的恶缘，今生以婚姻的形式出现，彼此消耗、折磨，即便分开，这份怨恨仍可能在来世继续。这让人不禁思考婚姻中的因果循环。除了情感层面的冲突，婚姻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讨债型的关系，一方在婚姻中无止境的索取，而另一方则一直在付出。这类夫妻的关系往往是不平等的，无论是经济上的索取，还是情感上的压榨，都会让婚姻变得痛苦不堪。长此以往，感情将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只有怨恨和冷漠。这种关系常常让人想起欠债还钱的古老观念，仿佛今生的婚姻只是为了偿还过去的某种亏欠。夫妻关系一旦陷入这样的循环，便难以维持和谐，最终走向破裂。婚姻中的暴力与冷漠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。有些夫妻关系可以被归类为虐待型，其中一方对另一方采取极端的残暴手段，这类关系往往造成巨大的身心伤害，甚至会引发法律和社会的干预。这种夫妻关系无疑是极其不健康的。虐待的行为不仅摧毁了彼此的感情，还可能在未来的生活中留下无法愈合的伤痕。这类婚姻的终结往往是痛苦的，但也是必要的。只有脱离这样的关系，才能重获新生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夫妻关系显得更为淡薄，仿佛只是萍水相逢。例如鸟巢型的夫妻关系，双方虽然有缘相遇，但感情并不深厚。这样的关系如同鸟巢，简陋且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分离。这类夫妻或许在某个时间段内共同生活，但彼此并未建立深厚的感情基础。现代社会中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人际关系的多样化，这类夫妻关系越来越多见。夫妻之间的缘分浅薄，往往导致婚姻很快破裂，甚至成为人生中的一段短暂插曲。总的来说，夫妻关系的多样性反映了婚姻生活中的复杂性。无论是亲密的夫妻，还是充满怨恨的婚姻，背后都隐藏着深厚的情感和人性的考验。不同的夫妻关系类型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，每一种关系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，而婚姻的稳定与否，取决于双方的理解、沟通和付出。有缘的朋友，感恩你能看到这里。若今日的分享对你有所启发，请随手点个赞，以此回应，留下一句缘来缘去，皆是因果，共鸣心灵。愿众生早日觉悟，平安喜乐，圆满自在。尚未订阅的朋友，欢迎点击右侧订阅，与我们结下更深的法缘。愿你随手转发，弘扬智慧，传播善行，功德无量，福慧双增。